之夏，快跳！江彦舟今晚去码头值夜，天亮之前不会回来。这是哪里？我不是在工作室吗？沈老师，出去！你磨蹭什么？包袱和钱票都拿好了吧？地契呢？沈家丫头是真漂亮，漂亮有什么用？心都飞到镇上去了。等进了城，你想要什么，我都给你买。江家送来了80块彩礼，我不嫁。我说过，我要嫁到镇上去。新婚夜把江家的传物地契拿出来，只要拿到地契，我就带你进城过好日子。1984年，原主也叫沈之夏，今天是他和江延舟结婚的第1晚。原主偷了江家祖传传教的地契，准备跟顾文昌私奔。他说要带我进城过好日子，他想要的根本不是人，是江家这块临江的地。之夏，你再不下来，我可真走了。让江彦彤发现，你这辈子都别想进城。果然在这里。江彦舟，原主刚拜过堂的新婚丈夫，他不是应该在码头值夜吗？下来。顾文昌，这就是原主一心想跟着私奔的男人，一出事跑得比兔子还快。谢谢。拿出来。你要的是这个。江彦舟，不用解释。我不是想辩解，我没兴趣听。3天。什么？3天后，我送你回沈家，彩礼不用退，沈家欠下的债，我也不会追。这门婚事，到此为止。新婚第1晚，偷地契，翻墙私奔，还被新婚丈夫当场抓住。换成任何一个正常男人，都不可能再把日子过下去。3天，至少还有3天时间。回沈家未必会死，但原主借下的债，顾板城背后的算计，还有那场会把江沈两家全部吞进去的骗局，都不会凭空消失。江彦舟明明抓住了偷地契的新婚妻子，第一反应却是免掉沈家的债，连80块彩礼都不要了。这个男人比顾文长不知道强了多少。原主究竟是什么眼神？放着一座稳稳当当的山不要，非要追着一片烂泥跑？不对，我上辈子经营服装工作室，常年接触服装板纸、牛皮纸和各类合同，不同年代、不同保存环境的纸张，厚度、韧性和纹理都有明显差别。江家的地契据说是10几年前留下的，可刚才那张纸未免太新了，事情或许远没有偷地契这么简单。跑完了，把烂绳拉起。让一让，我往东仓送。
之夏，等我在镇上站稳脚跟，一定接你进城。到时候给你安排一份轻省工作，再给你买的确拉裙子。城里的日子可比青石湾好得多，你这么漂亮，就应该做城里人。江家船坞离主航道到底有多远？船坞旁边有多少空地？江家的地契一般放在哪里？这哪里是什么情书，分明是踩点记录。一提带原主进城办工作、领结婚证，他就含糊其辞；一提江家的地和船屋，他倒问得比谁都仔细。江彦舟，我想再看一眼地契，只看一眼。看完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怎么？昨晚没来得及看清楚它值多少钱？我知道你不相信我。你觉得我应该相信什么？相信你偷地契是为了替江家保管？我不是来替昨晚的事找借口。那你想干什么？那张地契可能是假的。你说什么？纸太新，折痕也不对。你昨晚拿走它的时候怎么没发现？昨晚脑子糊涂，从墙上摔下来以后，清醒了。沈之夏，我没有时间陪你耍新花样。是不是新花样？把地契拿出来，一看就知道。真地契要是还在，最多证明我在胡说八道；可要是假的，继续耽误下去，丢的就是江家祖传的船固。看。看出什么了？纸面发黄，边缘还有磨损，所以有人想让它看起来很旧。真正保存10几年的纸，不会只有表面发黄。你看这里，折缝里没有起毛，也没有自然断裂，颜色还比纸面浅。纸面上的黄色更像是后来染上去的。怎么染？茶水、烟熏都可以。上面还有很淡的茶渍味。看，印泥没有完全吃进纸里。如果这个章真是10几年前盖的，不会现在还能擦下颜色。你的意思是，这个章是最近盖的？不只是最近，很可能就在不久之前。这里也有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旧式地契通常不会单独保存，它应该和丈量图、税差专定在一起，所以右下角应该留有旧的专定孔。这2个点太新也太整齐，不是旧孔，是后来用针尖补出来的。你怎么会懂这些？以前看得多。
在沈家？你现在更应该关心地契是真是假。还有这个弯字，字有什么问题？右边这一竖太完整了，什么意思？真章上面应该有一道缺口。你见过村公所的真章？昨晚经过堂屋时，看见墙上挂着一张先进生产队奖状，那张奖状是前年发的，用的是同一个公章。真章边缘有一小块磕损，如果地契上的章更早，它不可能反而完整无缺。这里真章的这一笔缺了一角，假地契上的章没有。如果这是假的，真的已经被人拿走了。地契原来就放在这里。除了你，还有谁知道？老周说，还有呢？我，还有你。锁没有被调过，昨晚原主第一次打开箱子，拿到的就已经是假地契，也就是说，真地契在他行动前就被人换走了。他让原主来偷，不过是想让江家把罪名全部扣在他头上，等事情败露，他既能拿到真地契，又能全身而退。顾文昌，你终于舍得怀疑他了。昨晚他在墙外叫你时，你可不是这种态度。我不是怀疑，那是什么？我确定这件事和他有关。凭什么确定？这些信，他每次说到带我进城，都只有几句空话，可江家船坞的位置、面积，甚至地契放在哪里，他问得一清二楚。一个真想娶我的男人，不会连什么时候领证都说不准，却能把你家的船坞能停几艘货船记得明明白白。昨晚他知道地契在我身上，你一出现，他连提醒都没有，转身就跑。这些只能证明他想利用你。已经够了，至少可以从他身上查起。你想怎么查？给我3天。昨晚你不是已经给了我3天吗？这3天里，我帮你找回真地契，我欠下的债也会自己处理干净。等事情解决以后，你还要送我回沈家，我不拦你。凭什么信你？你不用信，只要看我怎么做。开门，沈之夏，别以为嫁进江家就能赖账。你的债，顾文长戴上肯定好看。1个月，连本带利95，签字按手印。还是之夏对我好。借80块，只为给顾云城买一块进口手表，手表送出去了，债却留给了江家。江师傅，新婚大喜啊！不过亲兄弟还得明算账。你媳妇儿上个月从我这里借了80块，说好了今天连本带利还95，现在日子到了，钱呢？借据给我看。嘿嘿嘿嘿，怎么嫁了人就不认账了？我说了不认吗？借据我认，认就好，95块，1分不能少。等着，江彦洲，这钱不用你还。你拿什么还？我现在是没有，那就别逞强。
债是我借的，不该算在你头上。你现在进了江家的门，3天后你就要把我送回去了。既然这门婚事要断，就更不能让这笔债继续拖着你。你们夫妻俩商量完没有？我是来收钱的，不是来看你们吵架的。给我10天。哼，10天？沈之夏，你当我钱四海是开善堂的？10天后，我连本带利还你95。你拿什么还？那是我的事。今天见不到钱，就拿东西抵。那台机器看着还不错，先搬走抵一部分。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江师傅，你再能打，也不能不讲王法。借钱的人站在这里，用不着你们闯屋搬东西。那就让他现在还钱。10天。我凭什么等你10天？你干什么？这就是保证。一张字条就想让我走？10天后，95元，1分不少，少1分钱，缝纫机你搬走。这可是你自己说的。我说的。你想清楚。想清楚了。行，我今天就给江师傅一个面子，10天后见不到钱，我可不止搬一台缝纫机。10天后再说。我们走。10天挣95块。你知道普通工人1个月能挣多少钱吗？知道。你身上现在有多少钱？6块3毛。6块3毛，10天变成95块。沈之夏，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刚才在说什么？我知道。机器借我用。你会踩缝纫机？我不只会踩，我还会让他给我挣钱。今天必须全部卸完入库。雨要是下大了，这几船化肥都得泡汤。都搭把手，油把拉紧，先卸靠岸的船。兖州来了，你怎么把他带来了？他要找点东西。船道又脏又乱，不是你嫌弃的地方。以前是我不懂事。新婚第2天就往船坞跑，最好别再闹出什么乱子。原主隔3差5来船坞闹事，早把这里的人得罪遍了，想让他们改观，靠解释没用。这些帆布还用吗？都是烂帆，补船不够牢，烧火又冒黑烟，除了占地方没什么用。做精细衣服不行，改成码头干活穿的罩衣正合适。这些废帆布归谁？船坞。我能拿几块吗？随你。你真打算拿这些破烂还债？不试试，怎么知道破烂不能换钱？别到时候把针都扎断了。这是什么破玩意儿？胳膊抬不起来，弯个腰还塌。货没搬完，人先闷死了。我后背全是汗，里面比外面还湿，不穿又冷，穿了又没法干活。春梅嫂子，沈之夏，你不在家过新婚日子，来码头干什么？还能干什么？肯定又来找江嫣州闹。昨晚才办喜酒，今天就追到船坞，江家以后有的受了。
这雨衣是按平时走路的尺寸做的。什么意思？你们干活要抬手、弯腰扛货，肩背活动得比平时大。这里没有余量，抬手就会勒肩。腰一弯，后片往上扯，领口自然卡脖子。说的跟你真会做衣服似的。给我2个小时。做什么？给你做一件能干活的罩衣。那东西能穿吗？沈之夏什么时候学会做衣服了？第1件不要钱，你穿着好用，再帮我介绍生意。真不要钱？不要。行，你要真能做出来，嫂子就替你在整个码头吆喝。一言为定。你又想干什么？做衣服。用破船衫做？那东西又硬又厚，针都扎不透。你以前不是连裤脚开线都不会缝吗？以前懒，现在怎么不懒了？欠了钱不敢懒了。你欠的钱，最后还不是我哥替你还？不会，我欠的，我自己还。说的倒好听。春梅嫂子，真做完了，还挺沉。就帆布厚，方风也不会像塑料雨衣一样粘在身上。抬手试试。不勒，这帽子也比原来的强。不想戴的时候可以拆下来。还真让你做成了。春梅，里面湿没湿？这口袋能装扳手吗？好用，比供销社卖的塑料雨衣强多了。沈家丫头，这罩衣怎么卖？短款3块5，长款4块5。就帆布做的还卖这么贵？塑料雨衣要5、6块，破了很难补，穿着也干不了重活。这个磨破了可以打补丁，至少能穿2、3年。肩膀、后背和口袋半年内磨坏，我免费修。码头上的人也按这个价？船务和码头的工人，第一批统一3块。3块也不少。3块还贵？少淋一场雨，少吃几副感冒药，钱就省回来了。这件我买了，这是我来到这里后挣到的第1笔钱。给我也做一件长款，我在船头掌舵，风大。我要2个大口袋，能装钳子。裤腿能不能再加2片挡雨布？给我量量，我也订一件。姓名、身高，做长款还是短款？一个一个来。要改口袋和帽子的，现在说清楚。一共18元。江师傅，我这缝纫机确实能挣钱吧？12件，你一个人做不完，所以我需要帮手，也需要船务把剩下的旧斑卖给我。你要多少？有多少要多少。
不过从今天起，我不白拿，每做一件罩衣，船大收我5毛材料钱。旧帆不值钱，以前不值钱，现在值了。这是第1件的材料费，暂时还有我暂时住在江家的伙食费。沈之夏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还债，找回地契，也证明我不是非要跟着顾文昌进城不可。然后呢？然后再看看，你是不是真的那么想赶我走？材料不要钱，江家的饭也没穷到少你一口。至少这3天，他暂时不会送我回沈家了。第1步算是站稳了。他被江彦洲抓住以后，居然没来找我。你在看什么？只是觉得有些人的胆子越来越大了。哼，她一个乡下女人，能翻出什么浪花？听说做衣服用的都是从船坞里捡来的破烂，破烂做不成衣服。什么意思？他手里肯定还有别的布。你的意思是他的布来路不干净？供销社最近不是正好丢了一批瑕疵布吗？我明白了。沈之夏既然不愿意继续当一颗听话的棋子，那就只能先毁了他。第9件，还有3件，今晚真能做完？不是今晚，那什么时候？吃晚饭前。你真打算自己还钱？不然呢？95块不是小数目，所以才得快点做。我还以为你最后还是会让我哥替你还。让你哥替我给顾文昌买的手表还钱。你知道就好。我哥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，他在船坞修1天船，回来手上全是口子，你以后少糟蹋他的钱。知道了，以后不仅不糟蹋，我还争取让他的钱越来越多。谁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？沈之夏在不在？镇供销社查获，开门。终于来了，顾文昌果然没让我等太久。别慌。马主任，前几天仓库少了18米藏蓝色斜纹布，这2天沈之夏就突然拿出一大批蓝布做衣服，天底下哪有这么巧的事儿？你胡说！我们家的布是花钱买的。买的？那就把票据拿出来，别以为嫁给江彦洲偷来的东西就能变成江家的。你再胡说你就试试！小满，票据在屋里，想查可以。吴同志，但查完如果证明布不是我偷的，吴同志是不是也该给我一个交代？你先证明自己清白再说。好，这么多街坊都在，正好请大家一起做个见证。这个章怎么花了？肯定是假的，随便找张纸写几个字就想糊弄供销社。马主任，让治安员进去搜。哎，
他肯定把剩下的布藏在屋里了。情况没有查清之前，我们需要看看你买回来的布。可以，不过衣柜和私人物品只能由女同志检查。这是自然。就是这种，供销社丢的也是藏蓝色斜纹布。马主任，人赃并获，还查什么？谁告诉你颜色一样就是同一批布？供销社进的蓝斜纹布来自临江第2织布厂，那又怎么样？那家厂用红色边线，每匹布的布沿上还会织入厂号，不是后印的，是直接织进去的。我这批布来自县恒丰纺织厂，黑色布边9号处理品，染料偏黑，纬线也比第2织布厂的布粗。马主任可以把供销社剩下的库存拿来对比，是不是同一批，一眼就能看出来。你说是恒丰厂的，就是恒丰厂的，谁知道这串字儿是不是你自己弄上去的？织在布边里面的字，我怎么弄？用针把线一根一根挑进去。处理品为什么叫处理品？因为有瑕疵。没错，我买的这批布染色不均，每隔1.5米左右就会出现一道颜色偏浅的水波纹。供销社卖的是1级品，你们丢的18米布，如果也有这种瑕疵，那供销社是不是一直把处理品当1级品卖给老百姓？吴秋红，仓库丢的布到底是什么批次？说。时间太久，我记不清了。刚才你不是还说的言之凿凿，怎么一问批次，马上就记不清了？我只负责柜台，又不负责仓库登记。既然什么都没核实，你凭什么带人上我家搜？我能作证。这是我表哥赵有田，前天就是他开车把县纺织厂的处理布送过来的。26米蓝斜纹处理布，收控人青石湾沈之夏，出厂时间、车牌号和卸货地点全在这里。凭证上的章是下货时被雨淋花的，纺织厂仓库里还有底单，真要核实，打个电话就能问清楚。送货时间、数量和收货人全部对得上。胡闹！马主任，我也是为了供销社追回损失。为了供销社，就能靠猜测污蔑人？可他突然拿出这么多蓝布，谁都会怀疑。怀疑可以查证，不能把怀疑当证据，更不能张嘴就给人定罪。吴同志刚才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我是偷布贼，现在证明布不是我偷的，是不是该道歉了？我只是怀疑，又没说一定是你。刚才是谁喊的？人赃并获，这么多双耳朵都听着。我听见了，他还让人搜衣柜。刚才喊的整个巷子都听见了。道歉。马主任，道歉。对不起，声音太小，我没听见。刚才说我是偷布贼时，声音可不小。对不起，是我没有调查清楚，误会了你。行，这次我接受。下次再有人带着治安员上门污蔑我，我就去县商业局问问，供销社是不是可以靠猜测搜老百姓的家。这罩衣就是用那些蓝布包边的，针脚还真密，沈家丫头确实有两下子。
我已经穿3天了，下雨挡水，搬货也不勒肩，口袋里放扳手钳子都不容易磨破。要做的赶紧找知夏，后面还排着10几件呢。短款多少钱？第一批3块。我也订1件，口袋给我做大点，能装下这家伙事儿。不是，一个一个来。要长款还是短款？口袋、帽子有没有特殊要求？都提前说清楚。新增15件，这么多，定金31元。做衣服真能赚这么多？这是定金，不全是利润。后面还要买布、棉线和纽扣。订单如果不能按时完成，这些钱还得退回去。我们一定能做完。我是说，我已经订了这么多扣子，总不能半途而废。那就辛苦小满师傅了。谁是师傅？哥，你刚才没看见吴秋红带着供销社的人来欺负嫂子？反正她嫁都嫁了。他们碰你了？没有，不仅没碰到，还替我招来15件订单，算不算因祸得福？你去哪儿？供销社。去做什么？查账可以，带人欺负到江家门口，不行。事情已经解决了。放开！吴秋红也当众道歉了。我让你放开！你先答应不去打人。我不打女人。那马主任呢？看情况。笑什么？笑江师傅讲道理的方式挺直接，不过这次真不用你出面，我能解决。解决不了呢？解决不了，再放你出去吓人。我不收钱。那批布是处理品。做完这一批，后面怎么办？江师傅，这是在关心我的生意。我只是不想让船坞的旧帆白白糟蹋。放心，旧帆糟蹋不了，你也跑不了。定金一共49块，49。要多少钱？68块左右。定金不够，不够。而且不能把定金全部花掉。为什么？定金不是赚到的钱，商业原则第一层，万一有人退货或者衣服没能按时交，手里必须有钱退给人家。那还差将近20块，怎么办？金耳环卖掉。这是你娘留给你的，先拿去周转，卖了可不一定赎得回来。等赚了钱再赎，万一生意赔了呢？那就当我给以前做过的糊涂事交学费。不用卖。试试。正好缺一把快剪刀。这里有120块。哥，这不是你攒着买发动机的钱吗？旧发动机还能撑半年。可你攒了那么久。先把眼前的订单做完。你先拿。借我的？
不是。那算什么？算传物入股。就藩、传物工具和这笔钱都记在传物名下，以后每卖一件罩衣，先扣除材料钱，剩下的利润你6，传物4。你要跟我合伙？订单里大半都是船务和码头的人，船务有材料，也能帮忙送货。我以为你最多会借钱给我。借钱容易算不清。那为什么我拿60%？衣服是你做的，船务只出材料和钱。你不怕我拿着钱跑了？怕。所以章要写清楚。每天花了多少钱，买了多少东西，都核对一遍。你真跑了，我就拿着账本去沈家要。江彦洲，你就不能说一句好听的？不会。那你以后少说话。正合我意。合作可以，不过利润不能按原来的分。你想要多少？55。你少拿1成。船务不只出旧帆和钱，以后订单多了，还需要工人搬货、送货、收货。船务在码头也有人脉和销路，利润平分，才方便长久合作。成交。合作愉快，江老板。握手。做什么？合伙人谈成生意都要握手。谁定的规矩？做生意的规矩。从今天起，我们就是一条船上的人了。说话就说话，别动手。看着冷得像块铁，原来这么不经斗。上次那批处理布已经卖完了，1米都没有了。剩下的边角料也被人拿走了。这一批多少钱？比处理品贵1倍。布面防不防刮？是给劳保服准备的，结实的很。就要这个。不再看看，价格可是翻了1倍。订单不能停。材料贵一点，可以把罩衣做得更耐穿。防水有眼。要不我下来走？你走回去，天黑也到不了家。那我坐后面。不坐后面。所以人还没有布重要。布不会乱动。江彦洲。嗯。你靠得太近了。那你下来走。我只是提醒一下，又没说不让你靠。闭嘴。
能补口袋。再小一点的还能包扣眼。停。还剩5件，明天再做。明天中午要交货，来得及。睡2个小时，天亮肯定起不来。江彦洲，你眼睛都睁不开了，睡觉。订单逾期要赔钱，我替你赔。那也是我们的钱。你干什么啊？我来画线，你只管缝。你会吗？不会可以学。江老板，这条袖子做出来，船工的胳膊得拐个弯儿。这次只是小拐。在校，你自己画。有进步。缝你的。上辈子所有人都觉得我能扛，没人会问我累不累，更没有人会半夜坐在旁边笨拙地替我画一条线。做完了。江彦洲，这一批交完，我们能赚不少。别动，不要踩歪了。已经做完了。江之洲，我在。别把我送走。睡你的。93、94、95，真让你挣够了。戒局。你这帆布罩衣生意倒挺挣钱，要不要再借点？我手里还有300块，利息可以给你算低点。上次借80，还95，钱老板嘴里的低利息，我消受不起。做生意哪有不借钱的？做生意可以借钱，但同一个坑我不会掉2次。账清了，以后别再上江家的门。真还清了，清了，1分钱都不欠了，1分钱都不欠。以后这个家只有赚钱的账，没有顾文清留下的烂账。钱还完了，真地基还没找到。快了。你有办法？顾元长知道我被你抓住，肯定会想办法试探我。与其等他找上门，不如我先去找他。你要见他？想让他说实话，就得先让他相信我
我还想离开江家。之夏，我就知道你早晚会来找我。那天晚上，你为什么丢下我跑了？我没有丢下你。江彦舟脾气那么暴，我要是留下，他肯定会动手。所以你连提醒我一声都没有。我是为了以后着想，我先去城里找好关系，再回来接你，不是更稳妥吗？江彦舟现在盯我盯得很紧，而且他发现地契是假的了。假的？怎么可能？你不知道？你不是说只要我把地契交给你，齐老板就会安排我们进运输公司吗？我当然不知道，地契一直放在江家，我怎么知道是真是假？可江彦舟已经在查了，查什么？他怀疑真地契在你手里。胡说！东西明明在齐老板。齐老板什么？没什么，我是说齐老板做的是大生意，他不会掺和这种小事。果然，真地契已经到了齐老板手里。我现在都不敢回江家，江彦舟表面上不说，背地里肯定会收拾我。文昌，你到底什么时候带我走？快了。快了是多久？齐老板这几天在河东仓库验货，等他把船务手续办妥，就能给我安排正式工作。河东仓库？可地契是假的，手续怎么可能办妥？这不是你该管的，你只要继续稳住江彦舟。怎么稳？最好让他在几张空白纸上按手印，剩下的事情我和齐老板会处理。伪造地契还不够，他们还想骗江彦舟按手印，伪造转让手续。文昌，你让我做这么多，总得让我看见点诚意。我对你还不够好吗？我的手表呢？放在家里。那是我借钱买给你的。等我们进城，我自然会还给你。还有那95块。什么95块？买表借的钱。你是不是该把钱给我？之夏，我们以后是要过一辈子的，还分什么你我？既然不分你我，那先给我20。你要钱做什么？买布。江彦舟要是发现我没钱继续做订单，就会怀疑我之前都在装样子。我身上就这些，你先拿着。苍蝇再小也是肉，原主送出去那么多，能拿回一点是一点。明天下午，江彦舟会去县里送货。你想做什么？你让齐老板派人在河东仓库等我，我要亲眼看看真地契还在不在。你不信我？你们给我画了这么久的大饼，连真地契都不让我看，还想让我骗江彦舟按手印？看不见地契，我不会再替你们办事。还债、合伙，半夜抓着我说不想被送走，原来全是为了让我放松警惕。你回来了。我今天有个发现，真地契可能在河东。我知道你去了哪里。
茶馆，顾文长。明天下午，河东仓库。你跟踪我？送货路过。我原本还在想，你到底要装到什么时候？我不是装。你听到了多少？够了。什么叫够了？你们见面，他给你钱，你们约好明天下午见面，还需要听什么？那你有没有听见我问真地气？有没有听见我套齐老板的地址？顾盆郎给你的钱，你不是也收了？那是他欠我的。你说是就是。江彦舟，你是不是从来没信过我？这是赵一生意所有的钱，每一笔收入，每一笔支出全在这里。现纺织厂的收货单，码头工人的订单，船务的材料费用，一笔不少。我要是真准备跟顾白昌跑，为什么要把钱全部留在江家？为什么还那95块？为什么让赵春梅继续替我接订单？我直接拿着你的120块钱和顾金行离开，不是更省事吗？也许你想要的不只是这点钱。对，我想要你的船务，想要你全部的钱，还想把你卖了，换一张进城车票。这么说，你满意了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。你就是。江彦舟，你宁愿相信一个躲在暗处算计你的人，也不愿相信和你一起做了10天生意的合伙伴。不是因为我证据不够，是因为你早就认定我永远不会变。这是他欠我的，你嫌脏，我明天就拿去买线。至于河东仓库，我自己去。不准。凭什么？那里不安全。我现在又不是你真正的妻子，你不是一直准备送我走吗？我去哪里，跟谁见面，关你什么事？怎么不关我的事？你生什么气？我见顾文昌，你就这么不高兴？江彦舟，你是不是吃醋？胡说八道！那你耳朵红什么？热。晚上和风这么大，你哪里热？闭嘴！江彦舟，明天我不会一个人去河东仓库，我会让春梅嫂子的表哥在外面接应。我只是想找回地契，不是因为它值钱，是因为那是你父亲留下的东西。明天我和你一起去。你不是要去县里送货？改时间。你信我了？没有。但合伙人的事儿，不能让你一个人扛。彦舟，出事了！怎么了？明早要送县里的那艘货船，船舱突然进水，底板漏了一个大洞。那艘船昨天下午才检查过，所以才不对。有人动了船底的木栓。快，船尾的水又涨上来了，再拿2个桶来。船上滑，你留在岸上。有人动了船务的船，我也是合伙人，有权知道出了什么问题。昨天下午
是我亲手检查的，木栓敲得死死的，还重新抹了桐油，他不可能自己松开。有人用工具撬过。昨晚谁值夜？老孙。可他后半夜突然闹肚子，回家跑了2趟茅房，中间至少有1个小时，船坞没有人看着。如果没有提前发现，几万元的货、人命，还有江家船坞的名声，都会一起毁掉。你昨天下午还保证这艘船没有问题，现在怎么解释？船被人动过。谁会闲着没事儿半夜来撬你们家的船？你们自己检修不过关，就说有人使坏？木栓上有新鲜撬痕，一批柴油机配件价值几万块，真在河里出了事，你们江家船坞赔得起吗？先别吵。事情没查清之前，谁都不要急着下结论。方同志，这确实不是修船失误。是不是失误，需要重新检查。按照规定，江家船坞暂时停止接修发船，所有登记船只重新检查，查明原因以后才能恢复营业。船坞停1天就少1天收入，还有好几艘船等着交货。损失钱总比损失人命强，这件事没有商量余地。江家修了这么多年船，怎么突然出了这种事儿？江彦洲最近光顾着陪新媳妇做衣服了吧？男人让女人迷住了，手艺还能不荒废？我早说沈之夏不是安分过日子的人。别理，先查船。都怪我。昨天要是再检查一遍，有人是冲着船坞来的。昨晚有人看见陌生人吗？我回来的时候，好像在河堤边看见过一个人。什么样？穿蓝褂子，戴草帽。天太黑，我没看清脸。码头上10个人里有8个这么穿。唉。这是什么？绳子上掉下来的纤维。船坞用这种绳吗？不用，我们一直用黄麻绳。这种蓝乃花绳是新出的化纤绳。拱销社新进货的包装绳就是这种颜色。顾文昌未必是他亲自动手，但这件事肯定与他那边有关。我现在就去供销社抓人。没有证据，绳子不是证据，一根绳毛证明不了是谁来过。而且现在去只会打草惊蛇。我们去河东仓库。之夏，你总算来了。江彦洲没怀疑吧？船坞出了事，他现在忙得焦头烂额，顾不上我。年轻人就是沉不住气，一艘船漏点水，就先乱了阵头。是真地气，给我。想拿回去不难，让江彦洲在转让协议上按手印儿，手续齐全，船摇就是我的。一旦签字，船坞归你，货船漏水造成的损失也全由江延洲承担。我去找齐云山。现在去做什么？拿回地契，顺便揍他一顿。至少让他知道，有些人不能碰。然后呢？他报警说你抢劫，再拿这份伪造协议，证明船坞早就转给他了。江彦洲，你能打1个，也能打10个，可你不能把县里所有相信合同和印章的人全打一遍。
现在我们手里至少有2样东西：顾云琛和齐万山勾结的证据，还有他们威胁船网的证据。这些还不够，所以要继续查。船务不能只靠你的拳头，也不能只靠我的嘴。我们一起把证据找全。你不怕？怕。齐元山敢弄坏1艘船，就敢弄坏第2艘。可我们现在后退，船务会被他拿走，你还得替他们承担货船事故的损失。何况我做的赵一还指望通过江家码头往外卖，咱们是一条船上的人，船沉了我也跑不了。只是因为生意？目前生意占1半，另一半呢？等你学会说好听话，再告诉你。先回家。今晚重新排船务的值夜班，从现在开始，船务1步都不能离人。江家修了几十年船，怎么突然漏了那么大一个洞？手艺退步了呗？我看不是手艺问题，是江堰洲得罪了运输队。我听人说，沈之夏命硬，刚嫁进江家，第1晚就偷地契，现在连船务都客停了。你说谁命硬？我们又没点名。青石湾姓沈之夏的还有几个？怎么还不让人说实话？船是被人动了手脚，检察员都没说是我哥修坏的，轮得到你们在这里定罪？这么凶干什么？再让我听见你们胡说，我就把你们说的话全告诉我哥。和人吵架了？他们凭什么那么说？明明是有人害船务，却说是你把江家克成这样的。先吃。我不饿。吵架也得有力气。他们说的那么难听，你怎么一点都不生气？嘴长在别人身上，今天把他们骂赢了，明天还会有别人说，那就让他们一直污蔑我们。等船务重新开门，订单比以前更多，工人挣的钱比以前多，到时候不用我们解释，他们自己会闭嘴。可船购什么时候才能重新开？停业期间，工资发1半。家里有急用的，可以提前从账上支。不行，船务现在1分钱进账都没有，10几个人的工资你拿什么发？我有钱。你那点钱是准备换发动机的。发动机还能用，可船务停半个月，后面还不知道要赔多少。船务不是我一个人的，大家跟着江家干了这么多年，不能船务一出事，就让你们各自回家挨饿。江师傅，我们可以不要工资，等开工以后再补就行。家里的老人和孩子能等吗？他平时话少，可从来没把船渡的人当外人。麒麟山想要的是地和船务，江堰洲守住的却是这些跟着江家多年的工人。工资不用全从你的存折里出。服装账上的钱不能动。为什么不能？那是你的钱。是我们的钱。船务停了，工人正好有时间帮忙。我们一群修船的还能帮你做衣服，不会踩缝纫机，总会剪绳子、装扣子、刷防水油。刷油我们熟，打扣子也不难学。我准备扩大订单。现在船务名声成这样了，谁还会找我们订造衣？衣服和修船是2回事。这是什么衣服？救生背心。软木泡水以后会变重，所以不能直接装进去。先给软木刷防水油，再用油布单独包住，每块之间留出活动缝，就算其中一块破了，其他地方也还能拖住人。这里太窄，人在水里挣扎，系带会勒进肉里。腰上也不能只用1根绳，至少上下2处固定，不然水流一冲，背心会往上窜。我懂衣服结构，你懂人在水里的状态，正好互补。背后能不能缝一条亮一点的布？为什么？晚上掉进水里，别人拿手电筒照更容易看见。
这个主意好，记你一功。我就是随便说说。明天去县里找，先做样品。这里再压一道线，怕撕裂。水里受力比平时大。哎，不行，腿沉下去了。前面浮力太大，把胸口的软木剪薄。腋下卡得慌。开口太宽，填充快挡住手臂了。这次你下水，别人试不出极限。成了！真的服住！看什么？看我们的产品。产品在我身上。当然。哦。得观察背心穿在不同体型上的效果。观察完了吗？还差一点。沈之夏。这是码头。我在检查产品，江老板想到哪里去了？之夏，江师傅这件样品给不给别人试？不给。为什么？江老板亲自试过了，数据最准确。先订30件成人款，再做10件儿童款，每天乘船过河的学生先配上。肩膀怎么了？没事。我说了没事。坐下，你的脸都白了。累的。江老板，合伙人的身体也属于经营成本，肩膀坏了，以后谁下河是救生背巾？船坞里不缺会水的人。可我只放心你。衣服脱了。做什么？擦药。我自己来。你的右手能绕到右肩后面。疼？不是。那就放松。你手太凉。这里。忍一下。找到真地气以后，你还走吗？又在拖时间。这次不是。我不喜欢别人骗我。我知道，所以我不会只靠嘴说，我会用行动告诉你。燕州，燕州，快开门！船渡着火了！左边又烧起来了，水跟不上，再来几个人！小满呢？他刚才还在里面计数，人出来没有？着火以后就没看见他。等一下，外层是油布，短时间内比棉衣更嫩活。
正门右边已经被火封死。儿童背心放在仓库左后方，小满核对数量应该也在那里。你在外面等。我知道。你做什么？左边窗户被木板封死了。你从正门进去，我绕到侧面把窗户撬开。里面真塌了，至少多一个出口。不行。江燕州，里面的是小满，我不能站在外面看着他等死。离火远一点，撬不开就退，不准进仓库，听到没有？听到了。小满，你在哪里？我在部队后面，房梁掉下来了，我的腿被压住了。好，你哥已经进去找你了，别怕，找块湿布捂住嘴，趴低一点，不要站起来。我和你哥都在，一定带你出来。直下，一起撬。1、2，拉！小满，这边！哥！江彦洲，谁让你进来的？出口就在前面，出去以后再骂。春梅嫂子，接住他！你先走。做梦！我扶你。你撑不住。撑不住也得撑。火里的人必须都出来。快，屋子要塌了！扔下来！快拉他！江彦洲，江彦洲！抓紧我，一起拉！你有没有事？哪里受伤了？江彦洲，你说话！哭什么？没死。你吓死我了！不怕，我在。不是因为婚书，不是因为地契，也不是因为生意，是因为他从火里出来以后，第一句话是告诉我他还在。起火点在后墙，这里没有电线，也没有灶火。不是意外，是人为纵火。先毁船，再烧仓库。他们想逼我交出船物。现在只能证明有人，没有直接证据，不能认定是谁做的。我们会继续调查附近目击者。我有证据。
你发什么疯？我再不说，下一次被烧死的就是我。这是顾文昌让我带钱的。3天前，他从供销社仓库拿走2桶煤油、2卷蓝白化纤绳，还有1盒红色印丝。他说是齐老板的运输队要用，可我后来问过，运输队根本没收到这些东西。你胡说！明明是你自己拿的，现在想把责任推给我。顾文昌，你还想骗我？刚才船屋着火，我去供销社找你，你和齐万山在办公室说的话，我全听见了。你们说火烧的还不够大，还说要赶在暴雨前把地契和账本全部转走。果然是他们！顾文昌，跟我们回去调查。站住！你别动！他往河底跑了！张望贾坏。是。齐万山的办公室被翻空了，运输队也少了1辆车，地契、账本和重要文件都不见了。他们要逃，物资、文件和车辆同时消失，只有逃亡解释。顾云昌和齐万山很可能带着东西去了上游，车辆可能服务于转往上游渡口。气象站下午刚发过通知，上游今晚有大暴雨，这个时候走水路，他们不要命了。他们早就计划好了撤退路线，所有人立刻去渡口。你肩膀伤了，左手还能动，暴雨马上就来了，所以更不能让一船人陪他们冒险。我会开船，你留在这里。真地记是我认出来的，齐万山藏账本的箱子也只有我见过。我跟你去。太危险。江彦洲，刚才在火里，你没有把我留下，现在也别想。上船以后，不准离开我一步。好。无论发生什么，先保命。好。最后一班刻度刚开出10几分钟，还能追上吗？能，刻度速度不慢。前面是逆水湾，船上人多，过弯一定减速。害怕？怕，但还没怕到要回去。船上，你呢？船上还有。前面有灯。抓紧！船在转！所有人坐地，不要乱跑！先给我，我不会游泳，我家孩子在这里。不能从下游顶，会把他们撞翻，绕到上游一侧。准备靠船。站稳。我没事，先救人。公安办案，所有人听船工安排，不要抢，不要乱动。老人和孩子先穿救生背心。腰上2道带子都要系紧，儿童款先给孩子，后面的浮块必须拖出后颈。我系不上，求求你先救我儿子！别怕，这件背心会把你拖起来，针掉进水里，不要乱抓，身体向后躺，头抬起来，
姐姐，我会不会沉下去？不会，我们做过3次下水试验，他会拖住你。把空油壶绑在木箱两侧，绳结打死，做临时辅具。发动机什么时候停的？进完以后突然熄火，我打了几次都打不着。不是故障，有人动过。供油管被刀割开了。开船前谁接近过发动机舱？齐云山，他说自己懂机器，出发前在后舱待了一会儿。不是我，船太旧，管子自己裂了。把箱子放下，这是我的私人物品，谁也不能碰。是不是私人物品？回派出所检查后再说。放开我！别过来！接住！不许动！放开我！齐老板，救我！箱子，地契和账本都在箱子里。你右肩受伤了，不能让证据丢。你留下。开船需要2个人，你一只手控舵，我替你拉绳，看方向。坐稳。别过来！再靠近我就把箱子扔进河里！这是真地契，还有运输队所有账本，你们不要了！箱子也是证据，再靠近一点。太危险，我能够到。放开！松手！不能松！你吃下！救命！我不会游泳。不准去！他会淹死！用救生绳！松开箱子，抓住绳！我的钱，里面全是我的钱！地契可以不要！船坞烧了可以重建，钱没了可以再赚。可你要是没了，我去哪里找第2个江堰洲？你答应过我，无论发生什么，先保命，别让我刚找到家就又变成一个人。你不会再是一个人。救我！抓紧！把人交给我们。箱子沉了，真地契和账本都在里面。没有账本，很多事情还是查不清。没沉。什么？那里。救生衣。齐万山怕箱子落水，提前绑上的。他舍不得给自己穿，倒拿来保护赃物。真地契。是江家的。证据齐了。知夏，我是被齐万山骗的，我做这些都是为了带你进城。知夏，你相信我。我想过什么日子不需要你带，更轮不到你替我选。老实点儿。刚才的话再说一遍。哪句？找不到第2个江堰洲。风太大，我忘了。回家以后慢慢想，想不起来不准睡。
昨晚多亏了江师傅，看江师傅还有之下做的救生背息，真掉进水里能救一条命。沈姨，怎么了？昨晚我掉进船舱里的时候，真的是背心把我拖起来的吗？当然，你当时没有沉下去，也没有呛到水，就是因为背心拖住了你。那我长大以后也要做救人的衣服。可以，不过在长大之前，坐船要听大人的话，不能乱跑，更不能抢救生圈。我记住了。昨晚要不是你们，我真不敢想会发生什么。这些东西不值钱，你一定要收下。人没事最重要，你不收，我们心里不安。好，心意我收下，把大家的名字记下来。记名字做什么？船务重新开门以后，免费替他们检查一次家里的小木船。这怎么好意思？昨晚大家能平安回来，是救生背心，也是所有人互相帮忙。检查一次船不算什么。江家船务重新检查合格，从今天起恢复经营。终于能开工了！我就知道，我哥修的船不可能有问题。别看了，还有几艘船要重新安排。先管好你自己的肩膀。衣服脱了。现在是白天，白天不能擦药？院门没关。怕什么？合法夫妻擦个药还怕别人看？你还真乖。不是你说的。我说是我说，可你突然这么听话，我不习惯。江彦舟，你肩膀还有伤？左手没伤。放我下来！你不是不习惯我听话，今天让你重新习惯。我只是要给你擦药。我知道，你还想做什么？我什么都没想。那你心跳这么快？被你吓的。嘴硬。江彦舟，以后不准拿命去换东西。地契不是普通东西，那是我爹留下的，也是船务10几个人的生计。可命没了，就什么都没有了。地契被水冲走，可以重新申请证明；船务烧掉，可以再建。只要人活着，就能重新开始。那我呢？什么？如果我没了，你也能重新开始吗？不能。为什么？因为江彦舟只有一个，又凶又不会说话，还总是怀疑我。听起来没有什么优点。可别人替不了。沈之夏，你知道他自己在说什么吗？知道。我不走了，不是因为那95块债，不是因为船务，也不是因为我没有地方可以去，是因为我想留在你身边。再说一次。我不走。后面那句。我想留在你身边。哥，嫂子，县航运站来人了，门怎么纱上了？你们在里面干什么？开门。晚上继续。谁要跟你继续？你刚才抓得挺紧。江彦浩。擦药。药瓶都没打开，怎么擦的？江小满，赶紧出去招呼客人！擦药为什么嫂子的嘴那么红？我们今天来不是处罚江家船务，那这是正式合作邀请。昨晚刻度遇险的报告已经送到县里，沈同志设计的救生背心在事故中证明了实际作用。县运输队、码头和几所临河学校都准备采购。江家船坞虽然遭到人为破坏，但在事故发生前及时发现了故障，能力被官方认可。昨晚救援时，江彦舟又协助修复刻度发动机。经过重新检查，航运站正式恢复江家船坞的经营资格。县里接下来要对老旧渡船进行统一检修，航运站决定邀请江家船坞参与。老东家要是在天上看见，一定高兴。
你保住的。不是我，是大家一起保住的。我们不能只把船坞恢复成原来的样子。你的意思是？扩大。以后这里继续修船，这里做水运用品和救生用品，再把码头运输也慢慢做起来。钱够吗？不够，但订单够。有稳定订单就可以流转，再申请个体经营执照，找村里谈合作，让船务工人还有参与做衣服的嫂子们都可以拿手艺和劳动入股。入股？以后这里不只是江家的船务，是青石湾大家一起经营的合作社。我加入，缝纫机和人工也能算股份吧？能。我会修发动机，算技术。我家有一辆拉货板车，可以算运输工具。我会钉扣子，还会记账，也算。谁有手艺，谁愿意认真干，都能加入。那场差点烧掉船坞的团伙，也许没有毁掉江家的未来，反而烧开了一条更宽的路。订过衣服的往这边登记，修船运货的去找江师傅，量尺寸的来找我。木纹有裂口的挑出去，做船底的料，半点都不能马虎。运输队的款记在第2本，学校的儿童背心走服装社账，别记混了。慢点儿，账本别摔了。运输队刘主任问，冬季工作服的样品什么时候能出来？下个月。先让他看结构，图纸交接。保暖内层做成可拆卸的，袖口、裤脚都加方封收紧带。这个胸前的小方块是什么？不同车队、不同岗位分开编号，领衣服和换洗都方便，这样少一件都能查出来。财会还没正式学，倒先学会管人了。我中专预考都通过了，等明年录取，我就是合作社第一个正式学财会的人。那以后账目全交给江会计，保证1分钱都不会少。沈老板，订什么？想做2件罩衣，给谁穿？我和我哥。您能不能亲自帮我量一下尺寸？不用。男工尺寸，老周叔负责。可沈老板不是裁缝吗？他忙，量一下也用不了多久。没时间。那我去找周师傅。江师傅，大白天拉拉扯扯，不怕别人笑话？合法夫妻，谁爱笑谁笑。这话怎么这么耳熟？有用就行。刚才那小伙子只是想量尺寸。他看了你3次。你还数了？4次。最后一次看得最久。江师傅眼神真好。修船的人眼神不好，容易出事。所以你不是吃醋？不是。那你放开我。人多，怕你走丢。码头就这么大，我能丢到哪里？以前有人半夜翻墙。江彦洲，这事儿你准备记一辈子？看你表现。跟我来。去哪里？有东西给你。这么神秘。打开。这是什么？当初答应过你，找到地契还清债之后，去留由你自己决定。所以呢？船坞已经保住，服装社也是你自己做起来的，你不欠江家任何东西。你要是想去县里，服装社的钱全部归你，船坞里的股份也不会少。江彦洲，你要赶我走？不是。
那你把这个拿出来做什么？你没天继续。让你自己选。原来那场婚事是80块彩礼换来的，你最初留下也只是为了还债，找地契。现在那些事情都解决了，我不想再用婚书、恩情或者传物困住你。哪怕我选择离开，他还是不会说好听的话，可他把最珍贵的传物写上我的名字，又把离开的权利完完整整交到我的手中。这就是江彦州的喜欢，不是占有，是选择。想好了？想好了。你，沈之中，以前那场婚事是别人替沈之夏做的主，这次留下是我自己选的，这2份才是我的选择。江老板，愿不愿意继续跟我合伙？只合伙做生意？暂时是。那我不签。为什么？条件不够。你还想要什么？我要你留下。已经留下了。一辈子。江师傅口气挺大，能不能做到还得看你的表现。怎么表现？第一，以后不准再随便怀疑我。好。第二，遇到事情一起商量，不许自己逞强。好。第三，学着说几句好听话。第3条不答应。不会说。那怎么办？只能做。协议还没签。现在签。江彦州，你是不是早就喜欢我了？没有很早。什么时候？你从墙上掉下来以后。那么早？当时只是觉得你可能摔坏了脑子。江彦州，你还笑？没说错。松开。不松。慢点出港，过弯的时候检查发动机温度。青石湾1号，顺风顺水，顺风顺水。哥，嫂子，新船出发了。我什么都没看见，都怪你。他没看见，他眼睛又没瞎，那就让他习惯。你现在脸皮倒是越来越厚了，跟你学的。新船出发了，去看看。我曾以为自己死在了现代的工作室里，却没想到命运把我送到这条河边，让我有了新的事业、新的家人，还有一个不善言辞却愿意把全部未来交给我的男人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今天的阳光很好，以后会更好。